测试。嘿，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乌马克。今天马克邀请了一个好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乌马克。正如各位所见的，它真的会漏水，而且是在中间的部分真的会有漏水的情形，主要会滴漏在这些线材上面。那马克会回原厂一趟，后续的话我也会拍一片来说明原厂会怎么处理这个引擎盖漏水的问题。请各位CC的车友，如果你有时间，你也可以自己实测一下。前面乌马克已经拍了CC引擎盖漏水的主题。马克当时测试了2台 CC， 其中1台是油电版的 CC， 还有另外1台是汽油版的 CC。油电版的 CC 没有漏水的情形，它是2021年式的油电版，但是汽油版的 CC 2022年年底交车的 CC 有引擎盖漏水的问题。今天是7月8号星期六上午，我家人已经签了汽油版的 CC 回原厂做处理。那我来稍微分享一下这个处理的过程，让马克有点小小的失望。马克的家人将 CC 迁回原厂的时候，原厂的技师进行漏水测试。技师测试的方式令我非常傻眼，他是使用很小的水柱，并且注水不到1分钟就赶快把水关掉。此时再跟我的家人说，这个没有什么漏水的情形啊，怎么会有漏水情形呢？当然，赶快把水关掉，怎么会漏水？你如果才注水不到1分钟，而且又故意把水关小，怎么样看也不会漏啊。而且技师还讲了一句，你们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发生哦。这时候我更纳闷了，如果这台车下大雨的时候不能开出去，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漏水，那我岂不是要买2台车，一台专门在晴天使用，一台在雨天使用，或者是我出门都要先看过天气才能够开车出门？这样子是一个很荒唐的说法。当然，马克的家人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又再次的跟原厂的技师提出了反应，希望可以再做一次的测试，并且跟他说，希望把注水的水量加大，而且延长注水的时间。此时再来观察是否真的有引擎盖漏水的情形。果不其然，在水量的增加之下，注水时间也提升的情况下，开始引擎盖出现了漏水的情形，而且滴漏的部位非常的清楚哦。在刚到原厂的时候，家人跟原厂反映这件事情，原厂是很不以为意的，而且感到非常质疑。一开始到保养厂的时候，马克的家人已经把我前面测试过漏水的影片提供给原厂技师观看，但原厂技师不予采信，认为这个测验针对这个测验感到半信半疑。于是，在自己的测试之下，也发现有漏水的情形，有可能是 CC 的漏水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他又找了第2个技师过来看，第3个技师过来看。大家在眼见为凭的情况下，终于相信了我家这台汽油版 CC 有漏水。现在测出了已经漏水了嘛？到底原厂要怎么处理呢？原厂已经承认引擎盖漏水的情况下，你知道原厂给我什么补救的方式？最后马克得到答案是，原厂的技师说他们需要再禀报总公司，跟总公司做报告之后才会给我们解答。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疑惑，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照理来说，应该有部分的 CC 已经遇到这个情形，并且回厂处理了。他竟然给我们这个答案是需要再跟总公司讨论之后才会给我们答复。那以上就是整个处理的过程。后续的话，原厂会给我们什么答复，我这边会再拍一集来告诉各位。那马克这边强调，CC 不是每一台都漏，像马克身后这台我自己在开的油电版的 CC 是没有漏水的，但是放在家里给家人开的那台 CC 汽油版是有漏水的，所以你也可以来测试看看你的引擎盖有没有漏水，及早发现，赶快去处理，才能够预防后面更多的灾害哦。那这一集马克就分享到这边，谢谢，拜拜。你们知道这边是哪里吗？这边是马克已经到了阿拉伯来拍摄。不是啦，这边是宜兰很有名的阿拉伯皇宫，你们可以 Google 一下，蛮漂亮的。后面就是外澳双狮的海滩。休蛋节嘞，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拜托拜托。
现在很缺追踪人数啊，帮我订阅一下，谢谢。